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超人平台的新游戏《噩梦破坏者》。主人公的两兄弟分别叫弗林和弗洛伊德。弗林就是1P，弗洛伊德就是2P。他们两个是2只小妖精，冒险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食梦暴君吞食孩子们的美梦。因为被食梦暴君吞食掉美梦之后，就会变成噩梦，所以这也是游戏的名字《噩梦破坏者》的由来。严格来说，它并不是一款新游戏。早在1994年，这款游戏就已经进入了开发的阶段。原计划是1995年发售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，发售的计划就搁置了。直到2007年，大家才重新听到关于这款游戏的消息，并且在2012年进行了预售，最终2013年发售。预售的价格大概是70美刀。因为游戏比较稀缺，所以正式发售之后，价格一度涨到了85美刀左右。这2年我给大家录制过几款近年开发或者是发售的远古机种的游戏，包括了红白机平台的、世嘉 MD 平台的，或者是超人平台的。价格方面都不低。游戏我试玩了几遍，作为一款16位主机平台的游戏，它的素质是非常不错的。长度一共是5关，如果玩得流畅，那通关一次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第一关的战场是村庄，这里要打的 BOSS 是哥布林王。他的主要攻击方式就是跳起来之后吹出火焰来烧你。刚才我使用了一个冲刺，还发动了一个魔法。冲刺的数量还有魔法的数量都可以补充，但是冲刺需要蓄力，分数下方有一个蓄力条，蓄力满了之后，人物才会进入无敌的状态。魔法的话是瞬发的，刚才放了一个爆破，另外还有龙卷风，还有刀刃。第一关我是切换了几种主武器。其实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2项的子弹，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，还是遇到什么就用什么。2项的子弹唯一的缺点就是攻击力偏低。游戏的操作还是很好上手的。如果大家玩过当年的街机平台《3个奇迹》陆战篇，那这款游戏会给你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不过游戏的难度是真的不低。人物的血量只有2滴。这里要打一个野人小 BOSS， 攻击方式就是抡大锤。打的时候有2点需要注意，第一是不要和他离得太近，因为近距离的话他锤你不需要大跳，攻击的动作发生的很快，这样就很难躲。第2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砸地之后，树上会震下来果实，果实也可以砸到咱们的准攻。武
器我还是换一下吧。刚才这种武器就像是梅花枪一样，但是它的攻击力肯定是不高。所以游戏武器的平衡性你能够很直观的体验出来，要么它就是数量多，要么它就是攻击力强。这里又要打一个小 boss， 这是哥布林族的飞行骑士。小 boss 是没有血条的。其实它是有其他的攻击手段的，但是咱们的火力比较猛，很快就把它干掉了。不过不需要担心，在游戏后面的流程当中，咱们还会再遇到它。现在需要等这个平台不断的在坍塌。这个游戏如果2个人一起玩的话，难度会稍低一点。2个人选择不同的武器，攻击的死角会少一点。这个平台看起来比刚才高多了，而且上边摆了一个小 boss。这就是我喜欢用这种武器的原因。咱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打到它。从平台的下方翻上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按上按跳，这样翻得高。这里是一个强制的版面，小心树上的果子。不过这款游戏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是它的子弹可以击碎上方掉落下来的果子，甚至是落石。打完之后还给了个奖励，这个道具可能是收集满100个给个奖励。在游戏当中的地位非常像马里奥的金币。前边应该是本关的 BOSS 战了。狼人这个 BOSS 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难度最高的。所以趁机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游戏的魔法。他动作很快，而且有一招冲刺，所以咱们很难抓到比较长的机会来对它进行输出。魔法的话就使用一个旋风，被他撞到了呀。过关之后把各种奖励领一下。我好像是漏掉了一个呀。这款游戏越玩的话，感觉手感越像世嘉 MD 平台的游戏。
无论是它的硬核程度还是打击感。第3关山洞，这里的落石也可以打碎的，向上发射子弹就可以。上方有一块钉板，下方也有坚石，但是这个板面的难度，如果你不摊分的话，几乎等于0，你就一直向下打子弹就可以了。我一度觉得这个板面是一个奖励关。两边的水晶也是不能碰的，碰到的话会被刮伤。上边这块石板10块10慢，不知道为什么呀。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 FC 红白机的银河武士。但是这里的难度要低很多。这种大石头落地的时候，直接会把我震起来。如果这里的落石不能用子弹来打碎的话，那难度就比较高了。我的天，这条火蛇好长啊！感觉这是我玩过的游戏里边火蛇最长的游戏之一了。喷了半天，看不到头。被撞了之后的无敌时间还是很长的。这里给了一个龙卷风的魔法。龙卷风我在上一关打狼人的时候放了，这里补了一个。一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只会扔火球啊。又来了一只好长的火蛇，我感觉这只比刚才那只还长啊！这个地方难度有几方面，一种是空中落下来的火球，咱们没有办法抵挡，只能躲；第二点是前方有滚石，并且脚下的台阶不断的在下沉。这里等一下，它就要喷了。和刚才下落的场景差不多，咱们这里只需要向上发射子弹就可以。一会儿出口也是在右侧。等一下会有提示。尽量还是站中间，因为中间是最安全的区域了。
地方上方的石板会掉落，石板也是可以打碎的。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刚才这个滑铲的动作，其实我用的比较少，因为滑铲的距离非常长，而且咱们的人物贴图也比较大，所以滑铲完之后，屏幕的前方突然出现敌人的话，就很难反应了。这里是本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披肩恶魔，这可能是最弱的 BOSS 了，比很多小 BOSS 都弱。他的攻击方式召唤蝴蝶，另外有2种火球，一种火球是几乎跟踪的，另外一种是编成一个火圈。但无论哪一种，以他的血量释放火球的时候，咱们来一个魔法就可以把它拼下来。这个火圈会弹射，如果不危险的话，就可以不理它。放一个刀刃，后面就是拿奖励和结算了。本期的时间也差不多，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后超人时代的游戏《噩梦破坏者》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后面的流程咱们下期再见。